一大早，卤蛋打着哈欠被朱元璋赶到了大本堂。只见十几个有大有小的皇子皇孙，甚至还有公主早已到了书桌旁，其中便有朱允文。二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咋地？兴你来不兴我来啊？母亲在家等候多时，你这几日夜不归宿，家里……打住！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。那是你母亲，不是我母亲。她还能管我的死活？收起你这套吧，跟你娘一样假。二弟，你怎地如此不知礼数？母亲就是母亲，你身为子嗣，这是不孝。少你娘的扣帽子！再多说一句，当心小爷揍你！卤蛋凶狠的样子让朱允文有些害怕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迎上卤蛋的目光。长兄如父，我有义务替母亲教导你。我大哥早就死了，你才是二弟。说完，卤蛋便不再理会朱允文，径直地走向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，留下朱允文一个人安有些挫败地回到了自己座位。到底是一个孩子，我是不是对他太坏？哦，我也是个孩子。卤蛋瞬间没有了心理负担。俗话说后排靠窗，王的故乡。卤蛋正准备续接昨晚的好梦，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他身边。小子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怎么，你在这个位置上留记号了？那倒没有。13哥，他骂你是狗。我堂大王，你骂我是狗？没有啊，他不敢骂我，你们都搞错了。13哥，他好像在耍你啊。你耍我？朱贵怨念值99。这孩子有点傻啊，欺负傻子我不会遭天谴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混哪的？小爷从不打无名之辈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朱允通是也。众人一愣，随即捧腹大笑。笑什么？小爷的名字有什么好笑的吗？原来是你这个孙子，我们可是你叔叔。臭小子，叫声叔叔来听听。卤蛋震惊看着这个和自己差不了多大的小孩，在场的有好几个都嚷嚷着让自己叫他们叔叔。他娘的，老朱老当益壮啊，真特么能生。懂不懂得尊敬长辈？小心我们揍你！朱贵说着亮了亮自己的拳头。你敢以下犯上，我们是你叔叔。一群小灯，你们爹小爷都打过，你们多鸡毛。卤蛋本以为这群小灯会因为自己的话而害怕，却没想到一群小屁孩一个个却露出崇拜的目光看着自己。你居然敢打我爹，好厉害，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没错，咱爹太凶了，好几次都打得我娘嗷嗷叫，我在房门外敢怒不敢言。大哥，如果你不嫌弃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。众人齐齐下跪抱拳，冲着卤蛋心服口服地喊了一声参见大哥。我这是超级加倍了，而且这都是一群什么魔丸，打了你们爹就成你们大哥了，可真是笑死你爹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，先生来了。众人四散而逃，慌忙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一个个摆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，生怕被先生惩罚。不学无术，成天像土匪一样拉山头，你们一个个还有皇子的样子吗？众人低下头不敢言语。方克勤看向卤蛋，你就是三皇孙殿下。叫你爹干啥？方克勤怨念值99。陛下说你顽劣不堪，但天生聪慧，让我对你严加管教。如今看来确实如此。那老登还会夸我，算他有眼光。住口！陛下是你的长辈，怎可用如此言语称呼？你身为皇孙却举止轻佻，毫无威仪，简直有辱皇家。不愧是大儒啊，这扣帽子的本事有一手的。方克勤看到卤蛋吃瘪的样子，心中得意。好了，昨日让尔等背诵的《论语》都背得怎么样了？方克勤扫视众人，但一个个皇子皇孙全都低下了脑袋，生怕被叫到自己。既然都不肯吱声，那我就点名了。朱贵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此话作何解啊？朱贵被问得冷汗直冒，扭扭捏捏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方克勤见状冷哼一声，吓得朱贵如坠冰窟。不学无术，我昨日怎么教给你们的？罚你抄《论语》100遍。朱贵如同起飞失败，整个人失去了力气与梦想，瘫软在地。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皇子。二殿下，你来回答。孔子说，学到的东西是去温习和练习，不也很高兴吗？你们要多跟二殿下学习，只有这样才能为国效力，明白了吗？众人有气无力地回应了一声。朱允文胸膛挺得高高的，颇为自得。正在此时，一个不合时宜的呼噜声响起，众人闻声看去，却见卤蛋早已经趴在桌上睡得正香，大鼻涕泡都冒了出来。朱允腾，你都学会了是吗？起来，给我背诵《论语》。卤蛋睡得半梦半醒，被突然吓得起身，依旧神志不清。《论语》我记得，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乎不死在乎？用板砖乎？乎死为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看打！方克勤用戒尺狠狠地抽了一下卤蛋，将卤蛋抽了个托马斯回旋。不学无术，罚你抄1000遍《论语》。1000遍？你要写死人啊！你若不想抄书也可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此话作何解啊？那还不简单？孔子说，早上打听出你家在哪，晚上就弄死你。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卤蛋，连方克勤都为之侧目。子曰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来了，就安葬在这儿吧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君子下手不重就树立不了威信，当然也立不了 QQ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就是这么解释《论语》的？你别管对不对，
你就说合不合理吧。孽徒，孽徒！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教化万千，怎会如你口中一般如同莽夫？你竟敢侮辱圣人！哪里侮辱了？孔子身高9尺，力大无穷，身后跟着3000小弟，左手持剑明德，右手持刀明理，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，很合理啊！你敢说不是事实？方克勤哑口无言。史书上确实记载孔子身高9尺，力大无穷，还有3000弟子，可从鲁诞之口说出来，哪里像至圣先师，反倒像绿林劫匪。原来如此，孔子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大哥啊！早这么说，我不早就好好学了吗？这事儿整的，原来都哥们啊！两个活宝冲着孔子像跪在了地上。参见大哥，以后我就是孔圣人的第3000另一个小弟了。俺也一样。方克勤看着两个人气得浑身发抖，回头怒指鲁诞：你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！我要禀明圣上，今日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方克勤被气得甩袖离去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先生走了，是不是不用上课了？众人当即兴奋地欢呼起来，就差把鲁诞丢起来庆祝。允通，你竟然把先生气走了！我要告诉皇爷，让他惩罚你。说着，朱允文便跑出了学堂。切，跟小孩一样告状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大哥，竟然连父皇都不怕。是啊，大哥，你冒着被父皇屁股开花的风险也要让我们放假，兄弟们实在是太感动了。都叫大哥了，那还说啥？等等，屁股开花，我抄，忘了那个老邓了。一想到一会暴怒的朱元璋用皮带猛抽自己臀部的样子，就浑身发冷。不行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不对，我要离开大明。正当鲁诞准备逃跑，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不只是他，周围的小灯们的肚子也一个个叫了起来。大哥，我们饿了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走，去御膳房，我请客。鲁诞被众人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大补堂。朱元璋正在批阅奏折，王虎悄无声息地进来，递上一张纸条。这方克勤学问不小，气量不大，被一个8岁孩子气得要辞官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陛下，三殿下他确实言语惊人。据现场的内侍汇报，三殿下将孔圣人比作什么？只说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比作身高9尺，手持得剑礼刀，带着3000小弟的绿林大哥。好一个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。这逆孙虽然歪记经典，但细想之下，竟有几分歪理。孔子若在世，怕不是真要提着剑跟咱讲道理，比那些整天知乎者也，却手无缚鸡之力的酸儒强多了。陛下圣明，只是二殿下正在外面求见，说要状告三殿下，让他进来，顺便去把那个小逆孙也给咱拎来。皇爷爷，您要为孙儿做主啊！允腾腾他不仅在学堂上辱没先生，气走先生，还带着一众叔父和兄弟姐妹逃学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那你觉得咱该如何处置他？应当重打20大板，关入宗人府思过，以儆效尤。咱知道了，你先回去读书吧，此事咱自有主张。陛下，二殿下他。咱只希望这些孩子兄友弟恭，莫要在咱没了以后，为了这个位置重现当年玄武门之事。可宇文这个样子，可不像个当大哥的。王虎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努力地做个透明人。看来是跟那帮腐儒学坏了。您还真是护短了，都是别人的错是吧？那个小逆孙呢？三殿下他带着几位王爷公主正洗劫您的御膳房呢。朱元璋听到王虎的汇报，对比之下，竟发现鲁诞更符合自己对于太孙的挑选。相比于朱允文在背后告自己兄弟的黑状，鲁诞对众位王爷的态度更符合老朱的预期。若是那个小逆孙，等咱走了，应该能容得下他那些叔叔们吧？等等，按咱的御膳房，许兴祖没有咱的命令，敢给他们做饭？哪能啊？徐总管那是宁死不从啊！可三殿下说什么老徐手艺太差，不用他做，自己亲自动手，不就符合规矩了？于是把徐总管赶了出来。朱元璋一愣，想到鲁诞曾经做的那臭气熏天的瓦罐，顿时一阵反胃。那臭小子会做饭，咱的儿子公主不会被毒死了吧？没有，听说三殿下厨艺高绝，做出来的东西不似凡间，王爷公主们赞不绝口啊，都说三殿下是厨神下凡。王虎作为自己一手培养的部下，自然不敢骗老朱。这么一想，老朱甚至有些吃味。这小子难不成还真会做饭？上次那个臭小子是故意整咱。臭小子给咱做饭就没这么正经，马上给那小子给我抓过来。老邓，找小爷啥事？是不是想我了？逆孙，你干的好事，把先生气走，还带着你叔叔们逃学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再说了，那方老头讲的枯燥乏味，误人子弟，我这是替天行道，帮您清理教师队伍中的渣子。朱元璋阅念值233。好，牙尖嘴利，咱今天非得好好治治你不可。来人！切，你就这点本事，不就是打屁股吗？大丈夫何惧翘臀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吃饭，就算死也要当个饱死鬼。
你不是洗劫了咱的御膳房吗？怎么没吃饱？你的那群儿子女儿太他妈能吃了，做多少他们吃多少，真不愧是姓朱的，一点都没给小爷留，到现在小爷连口汤都没混上。活该，打你怕脏了咱的手。今晚咱要跟几位大臣商议赈灾一事，这吃食就由你负责了，做不好，咱保证你小子没有好果子吃。哎呦，还有这好事，您就瞧好吧，保证让您老人家舌头都吞下去。卤蛋正愁没机会展示大师级厨艺，顺便搞点事情，这简直是瞌睡送了枕头来。他生怕朱元璋反悔，一溜烟就跑了出去。去告诉徐兴祖，把所有家伙事都给咱那宝贝孙子准备好，再派2个机灵的打下手的，顺便给咱盯紧了，看看这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名堂。是陛下。卤蛋如同猛虎归山，一头扎进御膳房，各种食材在他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2个打下手的太监看得眼花缭乱，目瞪口呆。殿下，您这手艺比徐总管还厉害啊！那是，小爷我可是食神下凡。对了，去给我抓只老母鸡来。趁人不备，卤蛋将系统仓库里的某女神的原味丝袜偷偷放进了锅里。宿主，你的恶趣味已经突破天际了。你懂个屁，那可是女神，滋补得很，便宜那老登了，我自己都舍不得这么用。大功告成。朱元璋与几位大臣看着满桌子的玉盘珍馐，目瞪口呆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如假包换，皇爷爷您先请，君无戏言，说好要吞舌头的。朱元璋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红烧肉放入口中，顿时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极致美味在味蕾上炸开，他眼睛瞪得溜圆。这味道！其他几人忍不住动筷。竟如此美味，不过是些许吃食罢了，再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？户部侍郎吕阳不屑地品尝了一口，随即脸色一变。这味道竟然一点异味都没有，这小子用的佐料绝不简单。场面一度失控，几人狼吞虎咽，毫无形象可言。朱元璋也顾不上皇帝的威仪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然而当他舀起一勺汤时，突然感觉汤里有什么东西，用筷子一挑，一条薄如蝉翼的黑色丝状物被挑了出来。这是何物？皇爷爷您放心，绝对干净卫生，这是我特地为您加的，大补啊！朱元璋怨念值666。逆孙，你这顿饭做的可真用心啊！那必须的，孝心天地可见。朱元璋看着吃得正欢的几位大臣，又看了看手中诡异的线头，最终冷哼一声，没有当场发作，但心中的疑云却愈发浓重。这小子绝不仅仅是为了做饭而做饭。都吃饱了吗？回陛下，没有啊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得不报。方先生有何事？臣斗胆弹劾三殿下，这刨除之事非君子所为，更何况皇家子孙，简直是不务正业。老邓竟然当着小爷的面告小爷的黑状，所以才需要方先生好好教导才是啊。禀陛下，臣才疏学浅，实在无法教导三殿下。若陛下执意如此，那臣只有告老还乡了。此话一出，朱元璋的脸顿时黑了下去。吕布死后，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勇。这是谁的战将？宿主，此人是方孝孺的父亲，朱十族的那个方孝孺。好家伙，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！朱元璋看着方克勤，眼中杀气弥漫。但方克勤毕竟不是官，而是一代大儒，他总不能以为对方不教自己孙子就把他给杀了。既然方先生不愿意教，那咱准了，明日咱便派人送你告老还乡。这不对呀！按照正常逻辑，不应该是皇帝承认错误，礼贤下士，带着皇孙给自己道歉吗？怎么就让我告老还乡了？陛下，臣突然觉得三殿下聪明伶俐，若是好好教育，定能成一代贤王。贤王？咱可不想让他成为什么贤王。众人听完脸色一变，尤其是吕阳，看着卤蛋的目光如剑似刀。朱元璋自知失言，连忙转移话题。方先生觉得宇文这孩子怎么样？方克勤看了一旁的吕阳一眼，吕阳好似没看见一般，自顾自的吃饭。二皇孙彬彬有礼，天资聪颖，小小年纪便能通读典籍，有此后代，臣为陛下贺。那你觉得谁更适合坐上储君的位置？方克勤闻言浑身一颤，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饭碗。臣不过是一介书生，怎敢妄议立储大事？那吕阳，你身为彪儿的七弟，你来说说看。臣以为自古立长不立贤，太子之位当由亲王担任。老二不行，文不成武不就，当不得太子。那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老四打仗还凑合，治国他不行。吕阳看着老朱的平静的眼神，不由得冷汗直冒。他故意不提自己的外甥朱允文，只是话里藏刀，却没想到朱元璋连连否定，似乎要逼自己说出那个名字。臣实在想不出什么人选了。这不还有允文和允腾吗？怎么，你连自己家外甥都不清楚吗？难道姐姐给我的传信让陛下知道了？不可能啊！臣只觉得三殿下有些顽劣，不过年纪尚小，以后或能有一番作为。咱还以为你要说允文更适合这太孙的位置，看来你比你爹强多了。陛下谬赞了。至于你说作为，那倒不用以后了。今早送到你们户部的赈灾方案，正是这个小逆孙想出来的。什么？竟然是这个小三殿下想出来的？众人看向卤蛋，
将卤蛋看得浑身不自在。系统，我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听不懂了？老登这是要干什么？俺也不懂。陛下这是动了立储的心思啊，并且这储君之位恐怕只会在二皇孙和三皇孙之中选择了。而看陛下的样子，莫非已经主意三皇孙？方克勤看向一旁吊儿郎当甚至有些憨傻的卤蛋，实在不清楚这么个玩意儿是怎么有资格跟朱允文争夺储君之位的。不行，二皇孙是我得意门生，将来便是儒家圣君，绝不能让三皇孙坏了我儒家的谋算。陛下那套方案，臣以为不妥。这捐粮立碑一事虽然能解燃眉之急，可势必激起民怨，更是挑唆灾民和官吏粮商斗争。依臣之见，属实为下策。户部拿不出钱，又以为此法不妥，那里不怎么看？禀陛下，臣以为此法虽可，但仍需一些钱粮作为叫板。此事户部侍郎吕大人清楚，下官便不多言了。张衡只觉得自己刚刚应该直接晕过去，也好过在这里当滚刀肉。一想起自己的上司前不久刚刚被老朱送给阎王爷冲业绩，就觉得自己脖子凉凉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妥，咱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？陛下，臣以为三皇孙此法大谬，此举不是逼着天下富商与官吏人自危吗？为帝者怎可使如此手段？这不是逼民造反吗？朱元璋刚想开口，却见卤蛋一摔碗筷站了起来，怒指方克勤：放你娘的屁！那些官吏和奸商也能叫民？他们是民，那些受灾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我大明的子民了吗？你，陛下你看，三皇孙满口粗鄙，哪有一点皇家子弟之香啊？陛下，三皇孙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不懂国家大事，举止轻佻。我等商议朝事，要不还是让三殿下回避吧。这吕阳明里暗里都在说禹坑不适合做储君，却只字不提他亲外甥宇文，看来是清楚咱要在他们两个里面选了，倒是聪明。朱元璋清楚吕阳的想法，但心里更加愤怒。他这个皇帝还没死呢，这个由太子亲自提拔的户部侍郎，如今为了储君之位罔顾江山社稷，拒绝施行赈灾之法，只因他是自己外甥的对手提出来的，简直是活够了。这小逆孙顽皮得很，咱要让他在身边磨磨性子。陛下这是执意要培养那个小孽种。还未等吕阳再度发难，朱元璋便看向了卤蛋：逆孙怎么跟方先生说话呢？你骂人好歹也要讲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让老百姓活着就是最大的道理。皇爷爷，这种人你让他来教我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乃一代大儒，著书立传，桃李满天下。你竟然敢如此污蔑老夫！若儒生都是你这个德行，那天下还是少点的好。方克勤气得全身发抖，来到堂前跪在朱元璋面前：陛下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以来，天下莫不以儒家治国，千百年来从未有悖。三殿下此言，天下儒生何人还敢入我大明为官呐？老臣恳请陛下惩治三皇孙，为天下儒生做主啊！方先生，一个8岁的孺子，童言无忌，要不了这么严重吧？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保三皇孙，对三皇孙竟然宠爱至此，可如今我已事件在弦上。陛下此言差矣，三皇孙拿出赈灾方案，虽然臣不认同，但是仍能证明三皇孙天生早慧，正因如此才入了歧途，不能当寻常孩童来看。方克勤感激地看了一眼吕阳，自己跟了吕阳的团，现在吕阳投桃报李，两人如今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朱元璋瞪了吕阳一眼，看向一旁的卤蛋：逆孙，看看你惹出来的祸，你要是没话说，就给咱禁足3个月。皇爷爷，我有话说。老邓，今天不教训你，小爷就不姓朱。卤蛋来到方克勤的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趴在地上的方孝孺：老邓，你说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三皇孙这是想要与老夫辩论，圣人思想自然是一个人字。那你说，让天下百姓吃饱饭，不至于卖儿卖女，一子而食，算不算是人？自然算，此乃大仁大义。那你说，哄抬物价，发国难财，致使无数人饿死，更有甚者贪墨救灾粮款，这种人算不算大恶？大奸大恶。那我皇爷爷今日成大恶，行大仁，有何不可？怎么到你嘴里，反倒是祸乱朝纲之策？你是何居心？受灾的百姓在你眼里，难道还不如那些大奸大恶之徒的一根毛吗？灾民是百姓，那些粮商同样是百姓。先生曾说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拔的是他自己的毛，他当然不乐意了。怎么，老邓，这地主奸商也有你的一份？老夫为官清廉，怎么可能是地主奸商？老夫此乃仗义直言。那就清楚了，方先生是站在这贪官污吏、奸商地主一边的。至于行将饿死的灾民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原来圣人的人是这个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不是，不对，老夫不是这个意思。方克勤慌张的想要解释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卤蛋此番话是一根筋两头堵，若是他认，便证明孔圣人的人是不在乎天下百姓；若是不认，那就证明他根本不懂仁义之道。无论哪一个，都将让他大儒的名声扫地。你罔顾百姓是不仁，阻碍救灾之法推行是不义，不为我老朱家考量是不忠。你爹生你却长得这么丑是不孝，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，还有脸来教别人读书？我要是你就干脆撒泡尿淹死自己，
活多1秒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。方克勤怨念值9999，厉害，不愧是大儒，吐这么多血还不死。卤蛋看着吐血不止的方克勤鼓起了掌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情报不对，不是说这小孽种是个傻子吗？这对吗？把大儒变得呕血3升，这小子开了吧？哎，什么开了？我就没关。好了好了，把方先生带下去，好生医治。至于教导皇子皇孙的事情，就不劳他操心了，告老还乡去吧。王虎带着几个太监将方克勤拖了出去。朱元璋这才看向卤蛋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小逆孙，此番你可是把方先生害惨了，一代大儒声名扫地，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啊！那咋了？他活该，屁股坐得这么歪，知道的以为他是咱大明的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那些奸商地主的官嘞。说得好，这天下是咱的天下。吕阳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这赈灾之法何日推行？吕阳被叫到名字，顿时脸色一白，可为了心中谋划，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。陛下，非臣不愿，实在是没钱啊。此法既然是三皇孙所献，想必有短时间内便能凑钱之法，还请三皇孙解惑。我的好大孙在尔等束手无策之时出谋划策，如今这点困难还要找他解决，那这户部侍郎让咱大甚当便是了，咱还要尔等作甚？一直装作透明人的礼部侍郎张衡弱弱的举起了手。陛下，俺没意见，俺也觉得三皇孙合适。这小子路走宽了啊！陛下此法虽好，但还有疑问。陛下身为天下之主，要天下人捐钱，难道自己不该做出表率吗？朱元璋被这话问住了，有些骑虎难下。作为出身低微的皇帝，朱元璋平日非常节俭，连带着整个后宫皆是如此，哪来的钱捐款赈灾？可若是不出点钱，也确实容易落人口舌。这吕阳暗自得意，皇家不肯拿钱救灾，凭什么要这帮人掏钱？就算掏了，若是太少，这帮人也有理由少捐一些。谁敢捐钱超过皇家？难不成要跟皇家抢风头？吕阳暗自得意，朱元璋也十分为难。行了，不就是钱吗？小爷能搞定。吕阳闻言大喜，连忙指着卤蛋，冲着朱元璋大叫：陛下，陛下，三皇孙答应了，他答应了。小逆孙，你可想好了？就这点钱，小爷分分钟赚出来。不过皇爷爷需要准许我便衣行事，并且此事户部不准参与，不准过问。殿下放心，我户部绝不会管殿下的闲事。吕阳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朱元璋见状暗叹，卤蛋还是太年轻，这就是个陷阱无底洞，少了没用，多了那些奸商贪官更有理由了。这钱粮差不多了，还要他们捐钱作甚？此事不是小事，又怎能让老三一人承担？这样吧，正好那些混小子们都回来了，谁能解决户部钱粮短缺的问题，咱重重有赏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真的想借此事立主？还未等吕阳出言试探，朱元璋便摆了摆手：都下去吧。卤蛋刚想要离开，却被朱元璋叫住：小逆孙，你要去哪？你不是让我们走吗？我出去玩啊。玩什么玩？你刚刚说的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你不是说交给那群中灯了吗？这事儿既然有人管了，我还掺和干嘛？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一点不开窍？不行，这事你必须办妥。我不干，别人能干的凭什么我干？怎么，若是别人干不了，你就能干了？别人干不了的我为什么要干？他都干不了，我肯定也干不了。卤蛋一副说什么也不干的模样，气得老朱又是一顿棍棒伺候，打得卤蛋嗷嗷直叫。臭小子，咱命令你必须做好此事，否则咱一天打你8遍，保证你这辈子都做不下去，只能战争。老邓，算你狠，我有条件。行，说吧，不过不能太过分，咱要一碗水端平。你得准许我便衣行事，只要不违法，谁也不能拦着。好，咱准了。卤蛋说完，得意的一瘸一拐的离开。王虎，安排咱的马车送这小逆孙出宫。OK。